桃色新闻从古至今都是深受吃瓜群众的喜爱。不过，可能大家不知道，2000多年前古罗马王权的覆灭，竟然也是因为一则桃色新闻。大家好，这里是咕噜说。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接着来讲罗马的故事。在第一集里面呢，我们说过，历史上的罗马是分为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罗姆路斯建立罗马的时候是以国王自称的，算得上是王政时代。那么从王政时代进入共和国时期，可以算是还在母亲子宫里面发育的婴儿，他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么2000多年前罗马人的国王，他怎么就没了，而是开始让有任期实现的总统来统治这个国家？这就是今天咕噜说重点要讲的，其中还有不少让您耳目一新，甚至影响到我们当今生活的一些事儿，千万不要走开，听咕噜说为您一一道来。罗马在建立之后还非常的弱小，首代王罗姆路斯不得不通过抢夺萨宾族年轻女子来增强实力。他实行的政策是同化，不管什么人，凡是到罗马定居，都可以获得罗马的公民权。他的开放政策吸引了不少外族人前来罗马生活。这有一天一个身穿类似祭司长袍的人来到了罗马。他既不是跟随罗姆路斯的牧羊人，也不是与罗马联姻的萨宾人。史料记载当中只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浪漫而且品德高尚的外乡人，他叫努马庞皮利乌斯。在第一代国王罗姆路斯消失之后，努马以高尚的品德被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共同推举为第二代罗马王。这之所以用浪漫来形容他，可能是因为努马经常穿着类似祭司的白色长袍，独自前往森林里与仙女对话，人们便以为努马是仙女指定的真命天子。而用品德高尚来形容他，可能是变相的在说这个人非常的热爱和平。他一共在位43年，罗马从未发生过对外战争。他继位之后曾经修建了一座供奉战神雅努斯的神庙，而这一座神庙的大门上写着：此门战斗时打开，和平时关闭。在努马在位的43年间这座神庙的大门从未打开过，但在他去世之后，这座神庙的大门几乎就没有关上过。努马不仅爱好和平，还非常的有才干。在历史学家李维斯所著的《罗马史》评价努马说罗马一直以暴力和战争奠立基础，但是这努马继位后，却想从立法与习惯方面着手为罗马扎根。实际上努马他做到了，甚至其建立的规则一直沿用到了现在。比如他把历法改为12个月，一共355天，一直到凯撒的时候才将历法修改为365天。这英语中1到12月每个月英文名字实际也源于罗马人的拉丁文。1月的名字是雅努斯神，也就是努马为其修神殿的那位神明。2月的意思呢是洁净，可是罗马人都习惯在这个月杀家畜，可能是说这个月之后要比较干净的意思吧。3月的名字呢是马尔斯，就是在第一集里面和公主发生关系，生下罗马第一代国王罗姆路斯的那位神明。4月的意思是花开，5月的名字是商旅之神，6月的名字是朱比特之妻，7月是指凯撒，凯撒的全名叫做朱利斯·凯撒，8月呢
是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名字。努马不喜欢征战，他的特长是建设与发展。在努马统治时期要求各行各业的人成立自己的工会，而比如说木匠工会、染色工会等等。不过当时是没有魔兽工会的。成立工会除了让这些技术人才获得荣誉感之外，最主要的目的是缓和罗马人和各族人之间的种族意识。因为在那个年代，种族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有了工会，让各族人民在一起工作会更加的容易，毕竟大家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嘛。我们之所以要为大家讲努马，除了他是第2代国王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努马的贡献非常之大。除了之前提到的那些之外，努马最大的功绩是确立了罗马政教分离的状态，相当于为罗马的统治建立了政治理论基础。在这里我们要先讲一下罗马当时的宗教状态。罗马人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他们信奉各种各样的神明，这多到什么程度呢？甚至连管夫妻吵架的神都有。其实这一点和我们还有点像，管生育、管发财、管仕途，连灶台都有灶王爷坐镇。相对一神教而言，多神教的国家呢，供奉每一个神明都有不同的守护职责。努马继位之后，便为这些不同的神明订立了位阶。最高位阶的神明象征守卫罗马的朱比特，具有一定位阶的神明安排神职人员供奉。这些神职人员呢，属于国家公职，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他们都是普通人，并不是神的代表，而且薪水很低也没有特权，所以这些神职人员并不会参与到政治斗争当中。所以对于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可能就是实在找不到工作了，就去当祭司吧。希腊史学家曾说，罗马能够强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宗教思考模式。努马设立的这种宗教形式让罗马人对宗教并不狂热，宗教不能支配罗马人心，也就是说，政治是政治，宗教只是个人的爱好。在那个年代，这种方式对于融合其他的民族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样不会使罗马人排斥异教徒，因为他们什么神都信。对于别的种族带来的神明他们可能会伸出脑袋问一问，你们说的齐天大圣是谁能不能介绍一下呢？努马一共治理了罗马43年，在他的休养生息政策下，罗马得到了足够的发展，为后面几代国王的对外扩张奠定了文化、物质和政治的基础。正如前面所说努马据说是仙女派来的，所以结束他43年对罗马的统治之后，传说努马没有死，只是被仙女接走了。罗马的第3代国王图卢斯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略性的拉丁人，在他继位之后便带着罗马人向外扩张。他的第一个矛头所指乃是号称拉丁人的母国罗马人的发源地阿尔巴隆加。第1集里面我们说过，罗马人只有一部分人是拉丁人，战胜并融合阿尔巴隆加，意味着罗马可以以拉丁人母国的身份与周边的其他拉丁部族交涉。图卢斯首先以两国交界处的农民发生摩擦为由，向阿尔巴隆加宣战。但当时的阿尔巴隆加的实力并非罗马可比，于是图卢斯派使者前往了阿尔巴隆加，与他们的国王商量，说如果我们派军队开战，可能会使相邻的伊特鲁里亚人渔翁得利，不如我们以决斗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获胜方可以和平统治战败方。阿尔巴隆加的国王认为这是个非常合理的建议，于是双方各派出了3名年轻的战士进行决斗。这结果呢，罗马人赢了，
阿尔巴隆加的国王却以国家命运怎么可以如此儿戏为由，拒绝履行约定，并且号召周边的部族攻击罗马，自己却袖手旁观。这个决定正中罗马下怀。罗马在没有阿尔巴隆加干预的情况下，顺利收服了周边的部族，最终只剩下了孤立无援的阿尔巴隆加。不久这阿尔巴隆加自然也陷落了。图卢斯彻底破坏了阿尔巴隆加城，并且处死了国王，然后把老百姓全部迁到了罗马城。图卢斯并没有把阿尔巴隆加人当作奴隶，而是赋予了他们罗马公民权，并给予阿尔巴隆加的提利乌斯、朱利斯等贵族元老院的席位。用这些举措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对阿尔巴隆加的同化。由此罗马人的兵力获得了大增。我们这里要提到的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后世才会有朱利斯·凯撒，也就是凯撒大帝的出现。凯撒就是来自于阿尔巴隆加的朱利斯家族。图卢斯在位32年之后去世了。因为彻底征服了拉丁人，所以人们说他的军功超越了第一代国王罗姆路斯。有史学家说图卢斯其实是被雷给劈死的，因为他可能引发了太多的战争，触怒了天神。图卢斯被雷给劈死之后，接任第4代罗马王的是萨宾人安库斯，他的外祖父就是努马，但是他的性格却一点不像他的祖父。他延续了图卢斯的政策，依然持续保持着和周边部族的战争。不过他在军事上没有太大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安库斯在台伯河上修筑了一座桥，并且在河对岸的一座山丘上修筑了要塞，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罗马的防御能力。其二是安库斯将罗马的领土延伸至了台伯河的入海口奥斯提亚，这里的沿海产盐使罗马人获得了盐田，并且盐也是一种重要的对外贸易物资。在第4代国王安库斯时期有一个失意的人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来到了罗马。他的失意并非是因为穷困潦倒，他非常有钱，据说他是带着好几牛车的东西到了罗马。他的失意在于人生的困惑。这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他们的困惑。他叫做塔奎尼乌斯。塔奎尼乌斯是一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流落到伊特鲁里亚的希腊人，他的母亲是伊特鲁里亚的贵族。在那个年代不管是希腊人还是伊特鲁里亚人都非常看重血统，他们都是纯种主义者。所以无论是对于希腊人还是伊特鲁里亚人来说，塔奎尼乌斯都是外国人。罗马自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任何人只要在罗马定居，就能够获得罗马的公民权。罗马的第2代国王努马，他就是一个外来者。塔奎尼乌斯作为一个混血儿，也想到罗马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在任何一个时代，作为一个有钱人，那都是很容易交到朋友的。塔奎尼乌斯，他就是这样。他的富有使他很快地融入了罗马社会。在第4代国王安库斯去世之后，需要人们选择新的国王。塔奎尼乌斯随即就参加了国王竞选，他也是历史上最早进行选举运动的人。他像今天美国总统一样，在罗马各地发表竞选演说，号召罗马公民为其投票。不过他的演讲词可不像现在的美国总统竞选人总是要向人民承诺什么，他只是要告诉当时的罗马人，他自己已经定居在了罗马，是一名合格的罗马人，他自信能够当好一个国王，这就可以了。而后面的事实也证明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国王。就这样，通过演讲拉票，塔奎尼乌斯在公民选举中那是大获全胜。当然，2000多年前的选举有没有操控选票的黑幕，我们就不知道了。塔奎尼乌斯是由罗马公民选举当上的国王，
他也知道仅仅依靠普通的民众，自己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固，所以在他继位之后，便以罗马人口剧增为由，将元老院的席位由100人增加为200人。在第一集里面我们讲过，罗马的元老院议员是由国王指派的，那么新增加的100人自然全部都由塔奎尼乌斯任命，相当于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元老院议员是贵族，是社会的上层阶级，获得他们的支持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为其以后的征战奠定了内部基础。在塔奎尼乌斯之前，罗马人对外的战争向来采取的是同化政策，而塔奎尼乌斯继位之后却采取的是掠夺政策。他让士兵带着满满的战利品回家，而不是带着一群背着包袱的外乡人回到罗马。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博得普通民众的好感与支持，也是塔奎尼乌斯维持其统治的一个政治手段。由于塔奎尼乌斯从小在伊特鲁利亚人的城市里，罗马的城市建设相对于他的故乡那就显得低档太多了。于是他继位之后，利用自己以前的关系，召集了大量的伊特鲁利亚的技术人才来到罗马，为其重新建设罗马的基础设施。现在罗马的大竞技场就是那个时候修建的。这些来到罗马的伊特鲁利亚工程师完成工作之后呢，并没有离开，而是定居在了罗马。就这样，罗马城里有了大量的伊特鲁利亚人涌入。在第一集里面我们说过，伊特鲁利亚人是以技术著称的，他们的到来使罗马有了商业和手工业，大幅带动了罗马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罗马人的生活水平。此时的罗马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都市国家。来罗马的伊特鲁利亚人除了技术人才，也有流浪汉。有一天，塔奎尼乌斯外出，就遇见了一个看起来像奴隶的伊特鲁利亚人。这个人虽然穿的是脏兮兮的，可是聪明伶俐，塔奎尼乌斯很喜欢他，于是就收他做了养子。这个人长大以后也是出类拔萃，在罗马贵族圈声名远扬。他的优秀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一样，是那么的鲜明。塔奎尼乌斯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他，这使得先王的2个儿子异常的紧张。罗马国王虽然是选举的，但是你也要有选举的基础才行因为塔奎尼乌斯自己并没有儿子，所以他们觉得国王去世之后，以他们的人脉关系很有希望继承王位。这个在街边捡回来的人却意外地成为了国王的女婿。塔奎尼乌斯很有可能通过政治操作，让他的女婿以后继承王位。于是先王的2个儿子便密谋杀害了塔奎尼乌斯，希望乱中取胜。好消息是刺杀虽然成功了，不幸的是胜利的果实还是被这个当初从街边捡回来的孩子窃取了。这个人就叫做塞尔维斯。现在罗马的塞尔维斯城墙就是他主持修建的。塞尔维斯很聪明，搞城市规划那是一把好手，但他性格懦弱，在位44年就没有什么显著的军事功绩。塞尔维斯有2个女儿，一个刚强好胜，一个内向老实。先王塔奎尼乌斯有2个孙子，一个是野心家，名字也叫塔奎尼乌斯，我们后边就叫他小塔奎吧。另一个孙子呢却很内向。塞尔维斯于是将他们4个人按照性格不同分别配对结婚。野心家娶了老实的女孩，内向的男孩娶了刚强的女孩。这看似是一个很科学合理的组合，然而他们结婚之后，性格上非但没有相互弥补，反而矛盾愈演愈烈。刚强好胜的女儿看不起自己窝囊废一样的老公，她非常欣赏自己的妹弟
于是他主动引诱与自己性格相似的妹弟。不久之后，2个内向的人就意外死亡了。至于是怎么死亡的，各位观众啊，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再没过多久啊，刚强好胜的女儿和自己的妹弟，就结婚了。国王塞尔维斯啊，也只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说过啊，罗马的国王并不是世袭的，为了权力，这个刚强的女孩啊，又怂恿自己的丈夫篡夺王位。小塔奎本来就是一个野心家，根本不用劝，他就行动了。之前我们提到过，国王塞尔维斯是被先王从路边捡回来的。于是小塔奎带了一群士兵啊，去元老院发表演说。他表示，国王出身卑微，让他当国王是罗马的耻辱。众议员啊，虽然不以为然，但是看在刀斧手的面子上，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塞尔维斯听说自己的女婿还在元老院诋毁自己，立刻就跑去了元老院，想给这个小王八蛋一拐杖。但是他却被年轻力壮的小塔奎高举过顶，从元老院的台阶上直接扔了下去。他的女儿呢，这个时候驾着马车，不是去救人，而是去补刀，从他身上碾压了过去。小塔奎尼乌斯绕过公民大会的选举，自立为国王。这个弑父的蛇蝎女人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王妃。以武力夺得王位的小塔奎继位之后啊，身边啊一直带着武装护卫队，他完全不听取公民大会的决议和元老院的谏言，嚣张跋扈之极呀！罗马人都叫他骄傲的塔奎尼乌斯。暴君在历史上的结局都不是特别的美好，小塔奎也一样。他有个年轻的儿子，却爱上了一位亲戚的妻子。有一天啊，这位亲戚正带领军队在外打仗，小塔奎的儿子欲火焚身，趁着天黑到亲戚家里做客。由于大家是亲戚啊，又是国王的儿子，亲戚的家人不仅招待他吃了晚饭，还友好的留他过夜。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小塔奎的儿子偷偷地跑到了亲戚老婆的卧室，强行和他发生了关系。他以显贵自居，觉得不会被告发，提上裤子就走了。这位亲戚的老婆却在当晚等他离开之后，就写信给自己的丈夫和父亲，让他们赶紧回家。等他们一进门啊，这个女人喊着为我报仇的口号自杀了。女人死后啊，她的家人带着她的尸体到了罗马，并把尸体放在了罗马广场的演说台上，向人民群众讲述了前因后果。本来就对国王不满的民众，怒火这一点那就燃了，群情激愤地来到了皇宫，放逐了国王的家人。此时国王正在外打仗，听说这件事之后，快马加鞭地赶回了罗马。但是罗马城门紧闭，他只好带着几个随从前往他乡，不久也被仇家所杀。虽然骄傲的塔奎尼乌斯不是当事人，但他是历史上最早因绯闻而死的人。这个历史故事如果有标题，我想可以是论我们洁身自好的重要性。从罗姆路斯建立罗马到此时啊，经历了244年，也就是公元前509年，罗马的王政时代宣告结束。此后，罗马公民大会不再选举国王，而是选举任期为1年的执政官。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罗马进入共和国以后的故事。这里是咕噜说，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评论、转发。下期节目更加精彩。